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16号，拜登连同副总统哈里斯与国会参众两院两党领导人在白宫进行了1个小时的紧急会议。双方均对达成提高美国债务上限协议有信心，但拜登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接下来几天，工作人员将继续每天开会，以确保政府不会违约。拜登本人也不得不缩短原定的外访行程。按照彭博社的说法，是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让拜登参加完G7峰会就赶紧回来继续谈。拜登因此决定取消原定的南太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澳大利亚2个行程。当天，拜登打电话通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自己将推迟对澳访问，并邀请澳总理前往华盛顿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The Quad leaders meeting will not be going ahead in Sydney next week. We, though, will be having that discussion between Quad leaders in Japan. All 4 leaders will be at the G7 held in Hiroshima on Saturday and Sunday. 澳总理阿尔巴尼斯17号对记者表示，由于拜登缺席会议，原定下周在悉尼举行的美日英澳4方安全对话也将取消，并对拜登要先解决美国国内的优先事项表示理解。他还提到，他将与拜登在日本举行单独的双边会晤，具体时间尚未确定。路透社报道提到，澳大利亚和印度虽然不是G7成员，但此次受邀参加。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就表示，美国官员还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詹姆斯·马佩方面进行了接触，期待在未来1年找到与澳大利亚4方会议、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太平洋岛国论坛的领导人接触的其他方式。拜登仍坚持参加G7峰会，让主办国日本卸下心头大石。事实上，今年G7峰会花落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为此煞费苦心。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岛人，岸田特意把峰会地点选在自己的家乡，并将无核武世界作为峰会重要主题。拟邀请各国领导人于开幕当天的19号参观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凸显和平和解的意义。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是第2次世界大战对亚洲国家和人民、太平洋地区国家和人民发动侵略战争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他要把这个G7会议安排在广岛，实际上呢，要改变我们印象当中的日本加害者的这样的角色，而改变成呢，日本也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实际上呢，这是他故意的一种政治操作。日本共同社援引外交消息人士透露，G7首脑预计将在参观核爆资料馆后，以核裁军为主题展开讨论。共同社还获悉了即将在19号发表的核裁军相关成果文件的要点草案，其中写明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核裁军与核不扩散的基础，强化核不扩散体制。作为核心将写入的5项内容分别为：强化核不扩散体制，拥核国家确保透明度，反对威胁使用和使用核武器，继续削减核武器，促进各国领导人造访核爆地。实际上，日本此番主导要将无核武世界列为G7峰会重要议题，指向性很明确。朝日新闻引述岸田文雄指出，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们正处于历史性的转折点。在峰会上，我们要坚决反对俄罗斯使用核武进行恐吓的举动。而日本推动该议题之际，美国也在加紧对俄施压。美国国务院于15号公布其核弹头数据，截至3月1号，美国共部署1419枚核弹头。美方还敦促俄罗斯也公布其核弹头数据。外界注意到，俄罗斯政府今年2月底就已经宣布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停止与美国分享其核武器的详细数据。俄总统普京当时强调称，在美国及北约公开宣称他们的目标是让俄罗斯在乌克兰遭到失败的背景下，俄罗斯不能接受美国根据这项协议来对俄核设施进行检查。1个月后，美国政府称美方已通知俄方将停止交换一些核武器数据。实际上，作为美俄之间现存唯一的军控条约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其存续已岌岌可危。在此背景下，美国公布核武库数据，显示出其态度的转变。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宣称，公布核弹头数据属于自愿。美国仍认为，核武国家之间的透明度对于减少误解、误判和高代价军备竞赛的可能性极为重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16号接受共同社在线采访时则表示，他认为总统拜登有意通过访问广岛，再次强调核裁军的重要性。这样一个呢，
条约，俄罗斯呢暂停终止，对美俄两国的核平衡，对美国一方来说呢可能是不利的。它会不会呢有其他的核战略的新的安排？所以呢，美国它的这个要求呢，很明显就是要制约俄罗斯。外界注意到，韩国总统尹锡悦也获邀参加此次G7峰会，美日韩领导人也将在峰会期间进行会晤。4月下旬，尹锡悦对美国进行了为期7天的国事访问。美韩领导人发表以创建和磋商小组为主题框架的华盛顿宣言，其中写入加强针对朝鲜延伸威慑的具体内容，提升美国对韩提供核保护伞的时效。两国承诺就核威慑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决策，包括就朝核问题加强对话和信息共享。值得关注的是，华盛顿宣言中，美方承诺将强化向朝鲜半岛部署战略武器，作为具体措施之一。美方将时隔40多年首次在韩部署战略核潜艇。韩国《釜山日报》披露，一艘美军战略核潜艇预计在5月19号，也就是G7峰会开幕当天驶入釜山海军基地。外界警惕，美韩华盛顿宣言也为日本的加入留下空间。观察指，一旦日本加入，意味着东亚地区的北约基础框架形成，整个东北亚平衡将被打破，地区局势将更加复杂和不安全。实际上，针对即将在日本广岛举行的G7峰会，近期日本民众集会和游行不断，谴责G7峰会打着自由民主旗号行军事同盟之实。